在主里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感谢神哈，今天是我们教会结束之后会有执事的改选，在执事改选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到我的大女儿，她今年刚念小学1年级啊，然后就要开班亲会，然后班亲会就要选这个家长代表，一个班级要选3位，然后那个时候班上的气氛就很微妙，就突然变得很安静哦，大家都还在聊天。可是老师说要选3位家长代表的时候，就会安静下来，大家好像头都会低低的，怕老师选你这样子。然后我呢，我去参加班亲会之前，师母就特别交代我一定要极力的争取当家长代表，因为他说这样在班上才会有影响力啊。不过我在班亲会的时候，我也是头低低的那一个，但是老师还是会一一的点名啊。后来点到我就回应，我就说好，我愿意当这个家长代表这样子。我想在我们台湾人的个性哦，在教会也是这样子，我们好像都很含蓄。同工好像都很愿意的服侍，但是如果提到要当教会的执事，大部分人恐怕也都是会头低低的这样子。但其实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哦，我们要想一个点，就是说，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呢，公司的老板要提拔你成为组长啊，或者是主任，你会头低低的吗？我想我们很多在公司会很乐意升迁嘛，我们都会感到很快乐。所以我想透过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呢，我们来谈到这个在教会当执事要有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当执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好，来我们看这个第13节，他说：“因为上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了美好的地步，并且在耶稣基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好，在13节中这样说。保罗特别在这里讨论做执事的资格，他特意用这段经文能够来鼓励教会当执事的。这段经文中提到上做执事的报赏，就是当执事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上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了美好的地步。美好的地步呢，就是在神与人面前都受到敬重，并且在耶稣基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不是说我们有信心的人才可以来回应上帝当执事。常常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当我们愿意跨出第一步的时候，上帝就赐给我们信心。当耶稣也要在过河的时候，他也是跨出去的那一步，河水才怎么样？才退去。所以常常在圣经中，我们受到的教导是，我们要用信心回应上帝。当我们回应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加添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是越做圣工，越服侍上帝，就越有信心，并且我们越有把握，而且在服侍上是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有力量。不仅是帮助我们的信仰越来越稳固，我们同时也可以祝福我们的家人，也可以祝福我们的教会。然而，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还是谈到了一个可能大家比较害怕的、比较担心的，就是好像做执事要付上极大的代价。但是我们更深的想一想，就知道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中，也有谈到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我们付上的这些代价都不是徒然的，我们都是积财宝在天上。而且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服事，让我们领受的是上帝的恩典，还有上帝的能力。接着他在这段经文中也谈到当执事的一些资格，执事必须在他的个人、在他的家庭、在他的婚姻以及他的属灵生活上都无可指责，才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很多人看到这段经文，心里面就想到说，无可指责才能当执事，心里面就很害怕，因为我们好像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好的习惯，甚至不愿让别人知道。但是在这里谈到是无可指责，但其实我们要想到，
在圣经中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什么？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人不是凭着自己的德性，凭着自己的才能够达到完全，我们反而是更多的依靠耶稣基督，我们的灵命、我们的品格才能够达到完全。如果我们一个完全的人，我们还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样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也就是我们要靠着耶稣，我们才能达到无可指责的地步。所以我们服侍上帝也同样是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吗？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了解，当执事的人，并不是一定要灵命很好、能力很强、或者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才适合。如果要用这种想法来决定谁适合当执事，我想恐怕没有人敢站上来，我也不敢站在这里当传道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保罗为什么提出这些，代表着他很重视教会执事的资格。保罗在这段经文刻意的提出来执事的这些严格的要求，我想他并不是要我们弟兄姐妹因此而退缩，因此而不愿意服侍。相反的，保罗是想要让那些在教会里面一些动机不纯正、只想要图谋个人权利的人打消念头。所以在这样子严格的要求下选出来的人选，才能够真正的在教会中服侍上帝、服侍弟兄姐妹，也才能够在服侍中有美好的果效。这样子的执事才可以按着上帝的心意来一同的来管理神的家，一同来服侍神。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的2章21节中，保罗也提到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因此，我们当预备自己给上帝来使用。在保罗这段经文中，他所提出的这些严格的要求，我想都是要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目标。我们知道，我们透过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好品格，我们可以成为我们的教会的祝福，我们可以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因此，我们知道执事在教会是扮演着这么重要的角色。我们也知道，执事在教会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就是管理各个教会许多繁琐的行政的事务。在圣经中，我们最熟悉的经文就是在使徒行传6章4节那边谈到了执事管理饭食。为什么需要执事管理饭食呢？就是为了帮助教会当时的使徒，他们能够专心做祈祷、专心做传道的事情。根据《使徒行传》6章这边的记载，那时候教会人数从120人一下子怎么样增加到了5000人，所以管理人从120人突然增到5000人，有许多的事情变得非常的繁重，而且人多嘴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所以教会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当使徒若被这样子的事情干扰的话，他没办法好好的做他传道祈祷的事情，因此就有执事们被选派出来，为了要分担使徒在教会中管理饭食的这些事情，好让使徒们能够专心的来传道，专心的来祈祷。因此，我们教会需要设立执事，能够来帮助教会执行，帮助教会的各样的事务性的工作，或者是行政上的工作。然后我们看这段经文，你会发现，当这个初代教会设立使徒之后，教会有什么样的转变？教会的他在经文中在使徒行传也谈到，上帝的道就兴旺了起来。第二个，门徒的数目就增加，还有许多祭司也就都信从了这道。因此，我们看到
教会中选派的执事，能够让使徒传道，好好的在祈祷传道事上用心的时候，教会的使徒就会增加，上帝的道就会兴旺起来，也有许多人都来敬拜，能够来服侍上帝。新约中是这么说的，那么我们看旧约中其实我们也有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记载在摩西受上帝的呼召。那时候上帝呼召摩西，将他的百姓带离开埃及地。我们知道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好多人，摩西不可能全部的管理每一个人，因此他就在这些人当中选派了长老，然后选派了一些会众中的代表。他们遇到一些重要的事情需要讨论的时候，他们就召聚这些长老一同来商讨。因此，我们在这样子的圣经中，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在教会的许多的行政中，我们可以有执事们一同来祷告，一同能够来讨论，然后找出最好的方式，并且有透过执事们一同的这样仔细的来祷告，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比较好的决策，再将这样子的信息传递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样子能够减少教会的一些许多杂乱的声音。有时候太多人的声音，我们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该从哪边做起。所以透过摩西这样带领以色列人，我们就知道执事在教会所扮演的角色，所担当的责任，就好像是弟兄姐妹与传道人中间的桥梁一样。有些话或许弟兄姐妹不方便直接跟传道人说，可以透过执事传达给传道人。我想这是很好的一个机制。当然，现在的教会执事也不单单像圣经中所说的，只是负责管理饭食或者是一些行政的事务而已，而是应当协助教会的各样的牧养，一同来建造上帝的教会。当时保罗所在的教会环境也是充满了许多的异端邪说，如今我们的教会也是有许多的异端邪说，因此我们执事也是扮演着这样子的角色，扮演着保护教会，不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受到这些异端邪说的攻击。保罗当时的环境是这么样的恶劣，他们不但是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还有当时犹太教的逼迫。然而，在那样子逼迫的环境中，保罗对于教会、对于执事仍能设立下这么严格的要求，就代表着保罗很看重教会中执事的职分。所以我们在当今的教会，我们在当今的环境，我们仍然要很看重执事的职分。我们在选执事这件事情上，我们要格外的祷告，格外的请求上帝为我们选出适当的执事来。所以我们今天要在改选教会的执事，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标准，能够使教会在执事在传道的带领之下，能够一同兴旺上帝的道，一同使教会的门徒被建立起来。我们说完了教会执事的重要性，我想要提醒教会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在选执事方面，我们应当注意的事情。因为有些人会对于教会选执事有这样的一个误解，他们会觉得教会呢好像是公司企业，那我们弟兄姐妹呢就是什么，就是公司的会员，然后长执会呢就像是什么公司的董事会，然后传道人呢就像是公司的总经理一样，所以怎么样？传道人要向执事会负责，就像总经理要向董事会负责一样。然后董事会也有权柄决定说要不要聘用这个传道人，要不要聘用这个总经理这样子。我想在这样子的模式之下，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教会会因着在这样属世的观念下产生很大的问题。其中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这种会让人产生就是传道人长
长职的关系，会产生一种对立的关系，不再是一同侍奉上帝的关系，而是互相辖制，好像是传道会害怕、会抗拒执事的管辖一样。然后，如果执事会比较强权的呢，好像教会就变成执事在专权。那如果传道人呢比较独裁的呢，教会就变成传道人在掌管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要很小心的，不要让这样子的一种对立的现象在教会中产生了。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如果教会的执事会有这样的氛围的时候，就会产生传道人对于在教会的侍奉很有压力，会有好像我们的服事是要对着执事、对着人负责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公司的总经理、董事会可以随时决定要不要任命这个总经理一样。这样的压力呢，常常会让什么教会只重视一些外在的人数的成长，甚至为了人数的成长，我们会向世俗妥协。有时候我们的讲台不知不觉就变成了舞台，因为舞台才能吸引什么人来到教会。所以这是我们要很小心的，我们要选出来的执事，我们应该要知道，执事是在帮助教会，是在帮助传道人，传道人与执事的关系也是互相配搭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要让这样子属世的这个影响到了教会，而产生了许多分党或者是分裂的情况的产生。所以我常常在想，教会的怎么样的组织才是一个好的组织？在我个人的想法里面，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打篮球，所以我很喜欢打篮球那种气氛。其实我觉得教会也很像是一个球队一样，我们在球队中，我们应该是不分彼此的，是为着什么？为着这个球队能够胜利，一同的来努力。然后在教会里面，我们的胜利当然不是为了人数的增长，我们教会的能力是为了使上帝的名被高举，使上帝的名在这地被传开来。在球队中有不同的角色，你不能叫一个后卫去打前锋，对不对？那他在禁区怎么样？一定会被里面高壮的人打到受伤，头破血流，都还没办法得分。因此，我觉得在教会中，我们也有不同的角色。我们像在球队一样，我们有不同的角色。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打后卫的就比打前锋的来得不重要。我想，如果没有一个后卫在球场上控球，我想球队同样没办法得分。因此，我觉得在教会中的分工也是同样如此。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应当扮演的角色。然后在我看来呢，教会的执事呢，其实就是扮演着球队中的先发球员的位置。他代表着一个球队，他可能代表着教会，他可能在属灵上有恩赐，他可能有管理的恩赐，有各样的恩赐，他可以带领着教会到达上帝要我们带去的地方。然而弟兄姐妹呢，在后面也是要不断的充实，不断的装备自己，因为随时有可能上帝就呼召你，上帝就拣选你出来当执事，这是我们应当要注意的。但感谢主，我们教会并没有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教会中这种纷争的情形。不过我们教会的选举我们教会的状况呢，比较像是我刚开始谈到的这个，我们都互相的谦让，我们都想说让谁来做啦，我可能比较不适合，我能力不足。在这样子的气氛之下，其实我觉得这也没有不好，因为圣经中也说我们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这里是一个很好的那个气氛哦。但是同时呢，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你不要轻看自己，因为上帝他拣选人，上帝的道路高过于人的道路。如果今天你被选当成为执事，我们就应该要存着一个快乐的心来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给你在教会中的权柄以及责任，借着你在教会中有的这个执事的职分呢，能够来服侍人，能够来服侍教会，也能够为着弟兄姐妹来服侍。
其实我想各位执事或者是弟兄姐妹，应该都有这样子的体会，就是当你在服侍上帝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到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有时候我们没有服侍，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我们在追求上帝，我们可能觉得都没有问题。但当你真正的参与教会的事工，你成为教会的执事，哇，你才发现教会其实好多问题，尤其是人和人之间有这么多的问题。但你当执事的时候，你才能够去感受到自己原来多需要上帝的同在，多需要上头来的能力。你甚至会发现自己的爱心怎么那么不够，你想要多爱这个人，可是你就是爱不下去。然后你当执事的时候，你因着自己的需要，你就向上帝向上帝祈求，上帝给你这样子的恩典，给你这样的爱心，你不知不觉你的爱心也增加了，你的信心也增加了。这就是耶稣他常常告诉我们的。耶稣告诉我们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当彼此相爱。”我们在彼此相爱中，我们可以思想，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来体会上帝爱我们的心。在彼得后书1章10节，也是这样说，他说：“所以弟兄应当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能够坚定不移。你们若这样行，就永不失脚。”因此，我们在教会中，我们要常常的殷勤的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才能够将我们所蒙的恩召，还有上帝对我们的拣选，才能够兼顾下来。常常会有弟兄姐妹觉得说，我所领受的是那白白的恩典，是上帝白白给我的，因此我好像就什么样事情都不用去做，都不用服侍，就能够得到这个白白的恩典。是的，没有错，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那么这个白白的恩典会不会从你身上流掉呢？会不会从你身上失去呢？其实，在圣经中有很多的教导，要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保守这个恩典。上帝常叫我们要透过祈祷、透过灵修、透过服侍，我们能够守住这份恩典。接着，我们要来谈当执事一些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应该明白，当执事是做耶稣基督的工，并不是为自己做的，也不是为传道人做的。我可以分享我自己的例子，我自己在还没有蒙召当传道人之前，我在我们彰化的教会也是当执事同工。其实我发现我那时候当执事也是很不开心。后来我自己去反省，为什么我当执事会不开心？我发现我好像是为着我的牧师在服侍教会，牧师要我做什么，有时候我会不好意思拒绝，有时候我会觉得牧师需要我，所以我要做。所以我做这样子长期下来，我就觉得好累哦，因为牧师好像觉得我比较可以叫，所以他就一直叫我，会有这样子的人情的压力。然而，我想要跟弟兄姐妹讲的，你今天在教会服侍，不是为着你教会的传道人，不是为着你教会的牧师，你是为着上帝，你是为着基督所做的。当我有这样子的得着，当我有这样的看见，在基督里面我得到完全的自由和释放，我就发现，在服侍上帝不再是重担，也不再是压力，反而是能够在这样子的同工中去经历上帝给我的恩典，去经历上帝给我的一切能力。耶稣怎么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将施舍、供应、看顾、探访、接待、接纳的事，做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人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的。”我们怎么样服侍上帝？我们怎么样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去服侍我们的神？怎么样服侍那位看不见的神？就是服侍在我们身旁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服侍我们的上帝了。当我们愿意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坐在上帝身上，我们就蒙上帝极大的祝福，就可以蒙上帝所为我们预备那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国。所以执事在原文中，它也是有着心甘情愿的意思，全心全意的服侍的意思。因为唯有这样子的领受，你才可以不
计辛劳，不计别人对你的评断，你可以仍然站在执事的职分上。就像是耶稣一样，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他谦卑甘愿的做众人的仆人。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的，我来乃是要服侍人的。”是耶稣为我所留下来的榜样。在腓立比书2章30节中，这边还有提到一个服侍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服侍到几乎致死，不顾性命。我想我们没办法去体会，在初代教会中，使徒他们为了服侍上帝所遭遇的大逼迫，会上命这样子的逼迫。但是他这里谈到的是一个精神，就是说你服侍上帝是几乎要死，不顾性命的地步。不顾这个词呢，在整个圣经中，整本圣经中只有出现这一个字，然后在原文中，这句的用法是常常用在什么地方？是用在一个赌博的场合，就是你不顾你全身，你不顾你所带的一切的钱，你就把这些钱怎么样，全部付出去了。圣经说谈到了这个服事是这样子的态度，我们是不是将我们自己全部的东西都付出去了？你在赌博的时候，你付出去的东西拿得回来吗？不可能拿得回来嘛，代表你全部已经给出去了。在服事中就是这样子，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我们所有的一切全部都给出去的时候，你会想要拿回来吗？圣经中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样？几乎致死，不顾性命，就是要把我们全部的都给上帝。我们没有想过要拿回来，这就是上帝在圣经中要我们服侍他，要我们全然的摆上的服侍，愿意尽全力的来服侍他。我想这不但是对执事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弟兄姐妹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来教会，不只是要从上帝那边得到恩典，得到恩惠。当然，我们从上帝这边是可以得到这些，但是并不是从人的身上。我们其实有时候在教会中，我们所看到的是怎么样？人给我们带来的灰心和失望。但是你要想，上帝要我们的是怎么样？把我们自己给出去。我们先愿意给别人，别人从我们身上得到祝福，教会才能够得到祝福。接着我要说，执事也同样是补足教会传道人供给的不足。也是在腓立比书2章30节，保罗也是这样说：要补足你们供给我所不及的地方。我想这里谈到的补足传道人的不足呢，不单单只是物质上的，也包括了传道人能力上的不足，以及他所服事上的能力上的限制。所以，其实我在看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在我们当中很久的这个马传道马叔哦，我就很感谢他那时候在教会中，我刚来不久，他在教会中的信息分享，就常常为着那时候我在教会当传道人，他就鼓励我，也鼓励弟兄姐妹要如何的来帮助我在教会中的侍奉。我想是的，传道人也跟弟兄姐妹一样，有许多不足的地方，也有许多看不见的盲点。比方说，我可能在这个地方上，我比较没有耐心，就需要弟兄姐妹的提醒。那我处理事情，我可能没有这么周详，也需要执事会的提醒。那传道人也不可能被每一位弟兄姐妹所接纳，所以也需要执事们能够来帮补我所不足的地方。这也是执事对传道很重要的部分。接着就是耶稣才是教会的主人，执事、传道都只是管家。圣经中所说的要求管家的是什么？圣经中所要求管家的就是要有忠心，还有良善。其实谈到忠心良善，我们总是会想到在圣经中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什么？有领5000两，有领2000两，有领1000两的这个上帝所设的比喻，耶稣所设的比喻。所以并不是说我们才干越大，才代表我们越有忠心。我们反而是什么？在越小的事上，越能够看出我们的忠心。上帝也往往在那些小事忠心的弟兄姐妹身上，将更大的事情托付给他。所以也要在这边
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不要轻看教会中那些看起来很微不足道的事情。当你在这样微小的事情上用心的时候，上帝就在其他地方提升你，能够让你在更大的事情上重心。不是每一个人一开始受呼召，就是要像保罗一样，就是要像大使徒一样，往往是从教会中一个最不起眼、微小的服事中所做起的。这就是教会中为什么需要执事，为什么执事这么重要的原因。而且我们知道，教会中我们谈到管家，我们也会想到，管家好像就是要管理教会的财产。因此，教会的师长师傅，我们都希望是什么？从执事中产生出来，这也是符合圣经中所提醒我们的。也感谢我们教会的师长师傅，我们也都是从执事中里面所选举出来的，这样也可以确保教会的财产能够被好好的运用，教会的财产能够被妥善的保管。这就是教会中执事很重要的部分。这是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执事在教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到，像我上周讲到所谈到的，我们的教会不是属于传道人的，当然也不是属于执事会的，也不是属于某某弟兄姐妹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因为其实当教会是属于某个家族的时候，那个教会就很危险，就很容易落入试探里面。我们要确保教会是在这个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些经文中所选举出来的这些执事，能够忠心的来管理教会，带着教会一同前进。教会是属于基督的，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是传道人，不管是执事，不管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正如我们刚所说到的，每一个肢体都有它重要的地方。在圣经中不也是这样说吗？在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中谈到，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60几位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有60几个肢体，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个性，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恩赐和才干都不同。就像我们的身体有眼睛、有口、有手、有脚一样，圣经也说我们口不能去说做眼睛的不好，眼睛不能说去做耳朵的不好。在我们教会中也是这样子，我们不能去说我们哪个弟兄姐妹不好，好像他的服事不够重要，我的服事才重要，并不是这样子。每一个人都所上帝所预备的位置，在教会中都有不同的才干、不同的恩赐，每一个肢体都有不同的性格。当然，我们都是在同一个身体里面，没有上帝的允许，不能将我们从这个身体中分开，也不能将我们从这个身体中切割。虽然每一个人不同，有不同的外表，有不同的性格，但是我们都同样是领受同一个救恩，都是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也都是领受同一个圣灵，也都是敬拜同一位上帝。因此，我们是成为了同一个身体。所以在教会的配搭服事中，有组织、有分工，就像执事会一样，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不能将这些组织、将这些分工看作是一个阶级，好像说执事在教会中的地位就比较高，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只是有不同的分工，在教会的决策上需要这样子的运作，但我们在教会中，执事仍然和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都在上帝面前，我们都同样是那蒙恩的罪人，我们都同样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在教会中，我们不要有这样子的误解，觉得好像执事的地位比较高，这样子会让人有一个错觉，就好像教会的事情都是执事们要去做，弟兄姐妹就只是在教会中乘凉看戏，事不干己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教会的每一项事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应该全心全力的投入，就像刚刚谈到了执事的侍奉一样，我们应该是完全的、毫无保留的、完全的投入一样。在教会中，唯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看见，全力的帮助执事、帮助传道，一同的来建立教会，教会才能够被建立起来，我们才有那个动力，在向我们的社区、向我们的龙潭来传福音。我想这是圣经中很重要的教导。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应该要尽心尽力的参与教会的各样的圣工、各样的事工。在圣经中也是这样记载，在圣经中有谈到这个推基古、百居拉、雅基拉这些人，他们都不是教会中的长职，然而他们同样在教会中摆上了自己，完全的献上自己，更热心的在传福音，更热心的在协助教会推动的各样圣工。这是教会中给我们看见很好的榜样。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所做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回应上帝，我们就要将我们我们的全部献给上帝，当作活祭，如此才能够帮助教会，你才能够对教会有所付出，并不是来到教会只想要一直从教会中得到帮助一样。要在教会中得到帮助，唯有你投入教会，上帝在你的服事当中建立你的信心，建立你的品格，建立你对圣经的认识，建立你对人的爱心。绝对不是你坐在教会，上帝就将爱心赐给你。我想没有一个人坐在那边，你就会觉得自己的爱心一直增加吧？一定是我们在教会中，在小组中，我们发现我们在爱心中不足，我们祈求上帝给我们那样的爱心的时候，我们的爱心才在这样当中被建立起来的。好，最后想跟各位分享一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4章15到16节。这里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在以弗所书的4章15到16节，这就是基督，这就是保罗他所谈到的建立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希望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虽然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同时也不要轻看自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教会都有很重要的位置，你可以在教会找到一个你上帝所为你预定的位置。你在那里，你可以发挥你的恩赐；你在那里，你可以被上帝建造；你在那里，你可以得到上帝的供应和上帝给你一切属灵的能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主啊，你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你的身体。主啊，你在教会中，你呼召不同性格的人，你呼召不同才干的人在教会中。主啊，我相信，主啊，你也是要我们在这当中彼此的学习，彼此的相爱，因为你在这末世，你是使用教会来向这末世为得之民传福音。主啊，你透过你的教会，要人认出你的慈爱来；你透过你的教会，要人看出你是在今天仍然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来。主啊，愿你的教会活出你的荣耀，活出你的圣洁，活出你的慈爱。透过你的儿女彼此的连结，透过你教会各样的连结，都能够有从你上头来的智慧，有从你上头来的爱心，能够叫我们的教会跟这个世界分别为圣，能够叫人在教会中得到帮助，能够叫人在教会中得到救恩。愿你祝福你的教会，也愿你的教会按着你的话语，按着你的教导，能够渐渐的增长，能够成为强壮的教会。我们将同心合一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